Today, the Dow plunging nearly 900 points, down more than 2% today. The Dow now down 4% since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The tech-heavy NASDAQ index falling 4% just today, its worst one-day plunge in nearly 3 years now, losing about $1 trillion in value. The president has said we're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and that it, quote, takes a little time. He has warned his moves could bring temporary disruption. It certainly has brought confusion and now real concern on Wall Street. 截至3月19号，标普100指数已经1个月内大跌了7%，纳斯达克也大跌了11%。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股市最怕的其实不是坏消息，是不确定性。是不是川普哥？川普哥在这个时间呢，上任以来原本一波大涨之后，突然来了3件事情。第一个呢是关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第二呢是美国内部也有一些经济衰退的一些迹象跟停滞性通膨的风险。当然最后还是有战争嘛，像中东啊、乌克兰战争还是在持续。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从2020 COVID 以来，其实美国股市经济面临的蛮大的艰困时刻 ，but 也会有一些投资的机会，所以我们特别邀请 Coach J 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让我们去优化我们的投资组合，危机变成转机，对啊，说不定是一个好机会。所以 Coach J 呢就不藏私，在最热门的 AI 及能源领域，直接挑了多少只？24只，一次分析它的现在的竞争优势跟它的合理价。YouTube 平台上面最完整，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那 Coach J 到底怎么判断级别的呢？第一个呢 ，Coach J 在这24间公司都有估出一个 Coach J 版本的合理价值，内在价值。它会根据这个合理价跟现在实际就是当天的股价中间的折扣，到底哪些是高估，哪些是低估？低估的就是打折越多，对，打折越多，当然就越好。OK， 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公司的竞争优势跟护城河，即使它打折很多，也不一定现在要买。那根据这两个，如果折扣又多，优势又高，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所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很快的直接进入重点。Coach J 跟我们一起，把所有的公司分成 S 加 S 跟 A、B、C 级。有没有看过《幽游白书》？就是这种妖怪分析。之后我们先分享有哪一些，相信大家都很好奇。第二呢，那我知道了之后我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就先从 C 级开始。大家看一下表格，有一家叫 Vistra， 有一个是大家知道它就是半导体上游嘛，做授权的。Coach J 的合理价是90，但现在它的股价是119，已经有点溢价，有点贵了，贵32%。好，再加上现在应该在晶片类或是半导体类还有更多的没有那么被高估的公司，所以如果想要买晶片或是跟上 AI 潮流，应该会有更好的选择。OK，23名。Vistra 是一个大型的电力公司，上个月财报之后，它就掉了1/3的价值。过去1周其实有稍微回升20%，大家可以看数字，它现在合理价应该是100，不过现在价格是131.9，所以也是一样有一点高估。所以在能源里面，其实应该也是有其他比较好的标的可以给大家参考。它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它是3颗星。2024年初到现在已经上涨了250%，涨幅其实已经蛮顶了。我们来看一下 B 级里面就有7家公司，第22名 EQT 呢是一家独立的天然气公司，专门是解决数据中心的一些额外电力需求的短期解决方案之一。它是个好公司，但是因为天然气的价格波动其实蛮大的，$54的价格，现在跟它实际的合理价是蛮接近，合理价55，所以等于说它在价格的折扣上面其实没有太多。再来21名，这个讨论声量有点大，特斯拉小特有没有信仰？有信仰的人就会买。川普一当选之后，整个特斯拉一路狂飙到$480的高峰之后呢，3个月直接峰回路转，跌到怀疑人生$236，反正很多负面消息也造成特斯拉现在股价的波动这么大。不过呢，特斯拉当然还是有可能苏醒的，因为毕竟它现在除了卖车之外，它还是能源公司，甚至还是 AI 公司，还有机器人，还有无人车。看起来艾尔文对特斯拉是有信仰的。为什么在 B 级？原因是因为它合理价是240，那现在价格已经跌到236，还蛮符合实际的价值。第20名 Vertiv。数据中心跟 GPU 冷却系统的专家，就是 Blackwell 非常需要散热，所以这就是 Vertiv 的强项。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很常听到这个名字，但是对于现在数据中心，包含对比较先进的伺服器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现在竞争也很强，其实很多家公司都在做这一项技术，合理价是100，目前股价是89，然后它有一个11% 的大概所谓的折扣上升空间。但这个上升空间因为竞争加剧的关系，Coach J觉得只有3颗星，对，有点不一定能够保持。再来下一个19名 Snowflake， 在 AI 时代上面的数据管理的一间公司。在企业 AI 现在是一个很大趋势情况下，Snowflake 一定是在一个对的赛道上面。股票有修正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可以值得考虑。所以如果你看数字，其实它的合理价是165，现在价格是157，非常接近合理价。如果在企业 AI 上面想要有
更好的标的，应该还是找得到的，就是它的上升空间目前看起来没有非常大，是有限的。18名美光科技，美光是 DRAM 跟 NAND 记忆体的领先的 player， 当边缘计算啊这些学生模型这些普及化了之后，对于记忆体的需求应该都会增加，那美光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不过呢，记忆体这个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品类了。对，所以其实在里面竞争也非常激烈，它的上升幅度或是它的护城河会有些受限。它现在的价格是103，那它合理价是105，其实概念跟 Snowflake 有点像，对，因为它现在目前跟合理价很接近。第17名，这之前我们有稍微提到过 ，Cadence，它是做 EDA 的，当然它现在在里面跟 Synopsys 其实是两强啊。现在因为 Synopsys 跟 Ansys 之前我们有分享要合并，对，然后如果合并完成呢，其实 Synopsys 有更高的上升空间，所以如果要投 EDA 的话，可能 Synopsys 会是在 Coach 这个角度来说更好的选择。看一下 Cadence， 它虽然合理价290，然后实际现在价格是258.55，它其实有上升价格有17%。16名啊，又是苏妈来了 ，AMD 来了，所以 AMD 在 PC 啊、CPU 啊、游戏 GPU 啊上面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好，对。但是数据中心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远远落后 NVIDIA， 因为数据中心 AI 还是毕竟是一个成长的风口嘛。如果它是远远落后 NVIDIA， 那为什么不就投 NVIDIA 就好了？进入到 A tier， 第一个是 SLB， 它是一间领先的能源勘探服务公司。现在能源独立对于美国或者国家竞争力现在非常重要，因为毕竟运算都需要能源。对啊，数据中心都需要能源嘛。那你能源被哪一个国家 hold 住那个供应的话，那其实就等于掐住人的咽喉。那现在如果看一下它的合理价是55，然后现在实际价格是41.28，打75折。对25%。第14名，大家不陌生小苹果，全球最有价值公司之一。不过它在 AI 的推出上面，其实现在有点 delay，然后包含在中国的销售其实有一点挑战，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就市占率非常高 ，App Store 的服务的收益稳定的增长。第二个考虑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很多，Edge AI 对于行动装置来说，一定是一个下一个趋势风口，因为包含人群哥也都讲了嘛，假设穿戴式或是 Edge AI 这件事情是下一个风口，谁有最大的穿戴式的产品，谁就有可能最快的掌握这个机会。它还是在竞争力上面非常强的，虽然它现在其实大家看折扣没有很深，对，不过因为它刚刚说那个下一波的发展是可期，所以就 Coach 就把它放在 A 级里面。13名 Broadcom ASIC 之前有分析过，一定是接下来其中一个发展的方向，因为大家每个巨头都希望能够更有效率、更节能，所以 ASIC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包含比如说Google 跟联发科的合作，包含 Amazon，应该大家都在 ASIC 这边有自己的一些计划。之前有分享，在 ASIC 的市占率其实是60几%，所以竞争力护城河是很大，合理价应该会在210，那现在的价格是190，9到10%的折扣。第12名 Lam Research， 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商之一。半导体现在反正就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只要是里面不可或缺的供应零件，前景一定是看涨，合理价目前90。然后现在价格是77.5，哎呦，打85折，对，85折，所以其实这个折扣也是算蛮吸引人。然后它毕竟也是竞争力也是蛮强。不过呢，中国的制造商也蛮强的，也是在追上。然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也会影响公司的上限。准备进入 S 级，开始越来越重头戏了。如果你有这些股票，应该继续持有，都问题不大。那我们先从第11名开始 ，Applied Materials 跟 Lam Research 一样，但是规模更大，然后现在的价格更便宜，所以短期的上升空间其实大蛮多的，接近打8折了。第10名 Constellation Energy， 从 Coach 这些角度，觉得 AI 能源里面目前最好的标的，合理价是应该是260，然后现在价格是219，微软这个合作，对他们跟微软合作，所以前景上跟它现在的折扣也够深的情况下，Constellation Energy 就会是其中一个选择。第9名 Marvell 之前飙涨一波，然后现在也是被杀得很惨，因为它是跟 Broadcom 都在 ASIC 这个领域，ASIC 里面当然 Broadcom 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强的公司，因为它市占率60几%，Marvell 大概现在10几%。以竞争力来说，Broadcom 好，不过以折扣来说，它打的折比较深啊，它现在已经减了26%，对，整个打75折。因为这么便宜，然后再加上这个领域又是对的领域，所以其实它会被分到 S 级，短期上涨空间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第8名，来了 Synopsys 跟 Ansys。Synopsys 之前有说，它跟 Ansys 合作之后，强联手，不管你是从半导体，然后到 System 服务这一块。全部一条龙都做了之后，对，都包了之后，其实它的估计的估值其实是会往上提升的。它的合理价其实在560，但现在价格是449、450，所以它就是有20%打8折，打8折。假设是 EDA 领域的话，Coach 这里是首选。第7名 Meta， 它现在 PE 也不贵，生意的增长也非常强劲。不过呢，因为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的整体行销预算
不见得很明朗，所以对于广告的业务的增长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 Meta 毕竟它99%都来自于广告收入。第6名 Google 跟 Meta 有点像，这两间都差不多都是打8、5折。对，都打8、5折，然后都是七姐妹嘛，就美股七姐妹，所以都是非常强劲的公司，然后获利各方面都非常稳定。不过当然。Google 现在有比较多的市场反映出来的风险，包含搜索的市占遇到的挑战啊，然后地缘政治的因素啊，然后广告收入有可能增长的不如预期啊。那当然也有好的，比如说像云端涨得很快，然后其实它的收入相对 Meta 来说是比较多元的，所以现在的价格看起来是比较便宜，合理价应该会是190，那现在实际价格是162，所以有14%，它跟 Meta 一样，大概是15% 的折扣。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你其实是可以放着，可以安心入睡。S Plus。到底有哪一些何方神圣？我们现在就来揭晓。第5名 Palantir 现在其实还算是被低估。Palantir 的客户粘着度会非常高。当他进来第一单之后，他后面的毛利，根据他平台上面堆的解决方案，对于 Palantir 来讲，毛利是非常非常高，潜力是非常大的。AI 的发展才刚开始，那股票波动其实很大，所以大家可能短期内会遇到，到底现在它的实际价格到底在哪里？要不要恐慌抛售？CoachJ 的合理价是115，那现在实际价格是87，对。所以看起来其实有24% 的折扣。对，第4名 Microsoft，Coach 的合理价是500，现在它的价格是386，秀一样23% 的折扣，然后再加上 Microsoft OpenAI 的投资嘛，基础建设它都是有很好的竞争优势，它的价格跟它的合理价又有这么大落差情况，那感觉就是一个 S Plus。第3名 Amazon 合理价是250，然后现在价格其实才194、194、195，最近一波。他才公布他的那个获利又创新高了，加上他一直以来都是云端世界的老大，他又有很强的电子商务，所以有庞大的数据，在 AI 世界里面的优势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当它的价格现在一样22% 折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吸引人。大家会说，可能 AI 报酬会吃掉 Amazon 的获利，这个其实应该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 AI 这个竞赛会继续进行。第2名拍最多支影片，我们基本上都在讲人勋哥嘛，所以人勋哥这边呢 ，Fair Value 之前我们其实都有说，就140，然后现在价格是118，那当然折扣15%，然后这个护城河我们已经分享很多次，对，非常强劲，然后以及它接下来发展也非常多，所以唯一就是之前大家讨论的 DeepSeek 到底会不会影响 NVIDIA 高阶晶片，大家都不需要了，这个事情假设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DeepSeek 的影片，人勋哥也在这周的GTC 新发表会，对，发表会，然后讲了很多接下来的趋势，机器人啊，对，这家晶片 NVIDIA 毋庸置疑第2名。第一名到底是谁啊？竟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TSM 台积电。Coach J 的合理价格估计是290，实际现在价格177，接近打6折。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月 YOY 都超预期，都是30-40% 至少的成长。然后它竟然现在价格是9个月前的价格。在优势上，台积电现在你看又去美国投资，什么大家哄抢，对，然后每次货量产能一出来就卖掉。目前在短期内没有对手，在竞争力跟现在折扣来讲，台积电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标的了。然后在最后一个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的关系，它纯代工，它的客户全部都是100%合作关系，也是很大的加分。表哥在这边。我们做个3个小的小题。第一个呢是现在市场在抛售潮或是回调的时候，其实好股票跟坏股票会一起被抛售。那这个时候太弱换强会是 Coach J 给我们的一个小建议。所以也就是如果你的持有里面有横跨 S Plus 到 C 级的股票，其实现在可以考虑，比如说 CB 对可以卖掉，然后把这些资金转入 S Plus， 甚至你都可以考虑 A 级都有可能可以稍微减持，对，然后把这些资金放在 S Plus，原因是因为当这样子调整之后呢，不管现在是亏还是赚，对。S Plus 它应该上升幅度都是比较大的，下面绝对不会比 S Plus 接下来涨得快。你的投资组合更多 S 级以上的股票，其实对于你下一波反弹或是股票再继续往上的时候，更有一面了。对，更有一面。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说，就是每个人的 S Plus 级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刚那个 Fair Value 其实 Coach 直接用他的假设去算。对，然后以及他对于每间公司的竞争力的判断。这个也是给大家参考，但每个人有每个人专业，其实你们在自己各自的投资领域里面，你也可以判断，比如说我去判断金融股也可以之类的。所以第二个呢，现在在这个市场变动这么大的情况下，其实很考虑一个比较长期投资的观点，也就是你要关注的是长期2到3年会发展的赛道。但你只要选对赛道，长期来说你的赢面也会比较大。所以 Coach J 来讲，他现在选的就是 AI 加能源。所以大家如果你的自己关注的领域，接下来2、3年有一个比较突破性的前景，其实它就会是一个好的关注点。最后一个点就是 time the market， 大家还是希望我就是买在低点，买在高点，但这件事情实际上非常难。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其次，这边 Coach 这里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尽量用1年跟2年左右用不到的资金放在里面，你比较有办法去面对像过去这1个月直接大盘都跌10%，对吧？如果你现在急用钱，那瞬间10%解离门，一定要用一些你是可以短期不要用到的资金，你才能够真的找到那个反弹，赚到这一波长期它增长的获利。希望大家觉得这个主题有帮助，对啊，一次看完24只股票，有哪一些大家觉得漏掉，也想要 Coach 分析，留言告诉我们。对，在底下留言，对，留言告诉我们，许愿一下。然后第二，如果大家觉得有一些股票觉得不同意，我们对怎么会把这只股票放在20名，那应该第1名之类的。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多一些讨论，因为毕竟现在最重要一点是，不管市场变化是怎么样，其实都会是一个优化我们投资组合的好时机。对，希望大家2025年的投资报酬都比前1年还好，对，更上一层楼。对，这集跟到这啦，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拜拜。